以上这些精彩的人像绘画，都是学生们在16开的素描纸上自己独立完成的绘画作品。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才学习绘画半年左右，从零基础班毕业2个半月，人像的学习3个月。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从完全不会画画到半年后能独立画出这样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是4个小时左右完成的。作为互联网的线上教学，学生们每天在上班之余的空闲时间，通过半年的学习能够画成这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大概在3年前，我教学生画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在基础班学习3个月，然后再去劲舞班学习3个月，接着才到人像班学习1年，所以总共要花1年半的时间才有可能做到。如今只需要1/3的时间了。中间发生了什么，让教学的效率有了如此大的改变？其核心原因在于2点：一、教学目的更纯粹；二、作业设计更完善。首先说教学目的的变化。过去不同的学生会提出不同的学习诉求，有的想画美女，有的想画帅哥，还有的想画非常写实的效果，但是又有学生想画考前素描的那种效果，还有的学生呢又想画非常潇洒酷炫的效果。这么多不同的绘画诉求杂糅在一起，我都想满足，这导致过去的人像课程像一锅大杂烩，课程时长长达1年，很多同学耐心消失，学不完课程，而且学得很累。所以这次的色块人像，我明确了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教会学生们画出写实的人像。毕竟大部分同学是出于兴趣来学画画，而不是为了考试，要尊重大部分同学的诉求。明确了这个目的之后，我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课程的设计，去掉多余的，加强核心的有用的知识点的练习。我只用思考哪些知识点能够帮助学生们完成写实效果就好。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课程也会走入歧途。最简单无脑的写实绘画其实就是数字油画，一个看上去很容易，但是画了几次之后绘画的热情就会慢慢消失的方法。因为过程太机械化了，该选哪个颜色，该画在哪个位置都已经标记好了，你就像一个无情的填色机器，没有了主观能动性。所以我们不能只教学生们写实，而是要教会他们轻松高效的写实，可以用来写生的那种，可以为他们以后学习版绘厚涂、学习油画创作打下扎实基础的那一种。但是这样岂不是教学目的又杂糅了？并不是，因为在前年感觉到教学遇到瓶颈的时候，我特意学习了很多如何了解用户需求的书籍。在学习产品经理的书籍的时候，了解到用户表达出来的诉求往往不是最真实的诉求，所以学生们想画的写实并不是最真实的诉求。因为很多学生来学习画画素描并不是终极追求，大多数人往往是因为想学其他的，比如油画、水彩、版绘，或者有的同学是想搞创作，想画出心中所想。但是随着同学们自己去了解，会发现这些东西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素描，这是他们共同的基础，所以同学们才来学习素描。因此我设计的人像课是以写实这个大家都接受的结果来呈现，本质是为了大家学习其他的东西来打下扎实基础。确定了这个核心思路，我开始重新设计知识点，反复改进作业的设计。说到作业设计，这其实是绘画教学的关键。绘画不像数学，理解了明白了就能解开问题，绘画很多时候是你理解了明白了，但是手跟不上，操作不出来。所以绘画的作业设计讲究的是如何更好的练习操作能力，但是又要能在操作中反复熟悉知识点，加强理解。这是一种大脑和身体都要理解才能真正掌握的知识类型。那么接下来我将把色块人像课每节课的作业设计都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所有想学习绘画的同学能够更好的来学习人像。同时你也可以判断这个课程是不是优质的，适合自己学习的，也能帮助从事绘画教学的同行们在设计作业上能够有所启发。首先是第一课色块画法的介绍。这一课呢，主要是想向学生们说明这个画法的由来，学习它的作用是什么，明白学习这个课程的目标和意义。本身来说这一课是没有作业的，但是这个说明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很难坚定的出发去踏上这条道路。第二课工具介绍和基础练习。
这一课呢，主要是帮助学生们熟悉基础的操作。操作很简单，但是教学中这种最基础的操作视频，一定要讲解的非常详细，不能加快去剪辑。整个课程中，这一课的视频是比较长的。比如第一个基础操作，涂抹练习，从一开始如何分辨纸张的正反面，如何贴胶带，到操作过程中海绵如何沾碳粉，以及力道的控制，这些都需要说清楚，需要老师把自己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想法都讲述出来。这一课的作业，每个学生都能学会。学会了涂抹之后，衍生出来的需要学习的能力是涂抹不均匀了，操作失误了，该怎么修改的能力。所以第二课的第二个练习就是修改练习。这里的设计思路是让同学们在涂抹好的色块上制作各种绘画操作中可能出现的痕迹，然后再进行修补。那么这里在示范当中就需要讲清楚各种错误所需要应对的技巧，以及通过练习后让学生们理解这些操作方法修改起来都不难，有很大的容错空间，这样就降低了学习的心理压力。因为过去网络上很多展示出来的绘画视频都是一气呵成不带修改的，那我们这个画法可以反复改，犯了大错都能改，这样就能更有信心的学下去了。第二课还有最后一个练习，如何擦拭颜色。橡皮擦在我们色块画法当中不是用来修改错误的，而是用来画浅色或者白色的。所以这个练习就是如何用橡皮擦去擦拭形状出来。之前我们只要求学生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五角星、三角形之类的。后来呢，有一个学生自己尝试画了一个皮卡丘，这让我们都感觉到挺有意思的。而我也意识到之前的太过于简单了，失去了绘画的趣味性。所以这次选用了2个卡通造型来练习。这第二课的3个作业操作都不难，是可以反复练习的作业，确保同学们肯定能学会的那一种。课程的一开始难度一定不能大，要让同学们有信心学下去。第3课，这节课就是正式学习色块画法的观察能力的课程了。我们取名叫做3色阶练习，本质是如何用3个不同颜色的色块去概括你看到的东西。优秀的风景摄影是最适合练习这个能力的素材。好的风景摄影本身就有归纳的意识在里面，分割明快的山水之间其实就是不同的抽象色块。这里需要教会同学们把握核心思路，如何用3个色块去概括。这个练习的本身目的其实是锻炼观察能力、概括能力，所以这次作业中更多是给学生们一个思路，具体概括成什么样子，没有规定死板。通过对各种各样的风景素材进行练习，从而积累这种经验，也熟练了前面第2课所教的3种基础操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作业都和原图看上去比较像，但又不是完全像，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归纳，就像我们眯着眼睛看到的效果。第4课5色阶的练习，顾名思义，在3个颜色的基础上丰富到5个颜色。本身的操作难度其实并没有增加，就是在上节课作业的基础上继续加入了一些更小的色块来丰富画面，而且也能培养学生们从大往小画的观察逻辑和操作逻辑，这是色块画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可以看到这些作业已经初步成型，原来风景画一点也不难。有了这个信心的积累，就可以尝试突破风景素材的限制。第5课质感刻画。其实在色块画法里，质感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质感只是色块的不同堆叠，就好像前面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它们只是色块的不同排列。因此质感练习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学生，别看它们都不一样，操作起来都是同一套逻辑，和风景没有区别。不再以单纯的题材来区别对待事物，而是从图形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差异性，打破题材对能力的限制。这个的作业也向我们证明，前面的风景画的能力是足够学生们完成各种各样其他的题材的。第6课，前面一直在画小画，这一次呢就带同学们画一张大的。因为新手总会有一种担忧，画大的和画小的所用的技法和能力应该是有差别的。这一课就是打破学生们的这种偏见，因为这是一套通杀的绘画方法。到了这一课，我就不再事无巨细的讲解了，重点讲述里面的归纳方法、操作思路。完成了这张风景练习，学生们真正意义上的第1张作品就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作品的效果都不错，质量都很接近，但是这样还不够，这毕竟是在我的示范下跟着画出来的，还需要同学们自己独立验证一次，
确信自己是真正学会了这套操作。因此这一课还有第二个作业，自选一张风景图片来完成练习。这些不同各种各样的风景作品完成的都非常出色。经过了这一课，学生们已经相信自己可以画各种风景了，也明白了色块的观察方法是不受题材限制的。这个时候再往下学就应该是人像了。第7课，人像初体验。作为正式接触人像画的第一课，我决定带着同学们完成一张完整的人物头像画，特意选了一张花美男。如果能够画出来，我相信是一张不错的作品。但是学生们碰到这样的题材，往往已经忘了它们是色块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这是眼睛、鼻子、嘴巴，这都是干扰啊。所以这张练习就是带着学生们打破这种心魔，只要我们不把它当人看，你就会画画了。为了消除同学们的不安，这段画的示范过程2个小时是全程详细讲解下来的，在过程中反复给同学们灌输色块的观察逻辑，画到哪里我就说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色块，如何把它画出来，这样带着学生们尽可能忽略自己是在画人。最后效果不错，大家都画出来了，这充分可以证明这套画法的强大适应性，不被题材所限制。讲道理，已经能画出这样一张好看的人像了，后面还学什么呢？现在这种画法其实还是偏向死板的，是要对着图片一点一点去归纳色块，算是数字油画的灵活版本，本身还是有点僵硬，不够高效。后面的教学其实就是针对头这种复杂的东西来学习针对性的处理技巧，如何概括的更准确、更快捷。第8课，正负形练习。破解僵硬的第一步是不能够迷恋辅助线。在上一课的示范中，为了给学生们安全感，采取了简单的9宫格来辅助定位，但是一旦依赖网格，就失去了写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一课是教学生们如何通过正负形直接起手画一个准确的人物轮廓。这里就需要同学们理解一个概念，轮廓其实是2个色块相互接触的边缘，只要这2个色块对了，轮廓自己就出来了。不要刻意的去盯着轮廓，反而不客观。在讲解中，重点就在于如何更有效率、更有逻辑的去观察正负形。我们画一个人物的形，是直接去画那个背景，背景画准确了，人物也就准确了。所以重点在于如何判断、分析、观察背景，把背景拆分成一个个不同的色块去拼接。理解了这个核心思路，就能徒手起形，一根线条都不用再画了。这个也是需要大量练习的作业，因此给同学们布置的都是小练习，量多是更重要的。刻意练习讲究的就是速度快、反馈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刻意练习。对于学生们掌握色块徒手造型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反复练的作业。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作业就能感受到同学们辛苦的练习量。一般每个同学都要练个10多张小作业，虽然量大，但是基本上这10多张练完，你已经能够掌握这项能力了。第9课，简单模型。在上一章练习中，特意嘱咐学生们不要画脸，这是因为脸部有独特归纳的技巧。路米斯的头部模型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思路，把复杂的人物套用在一个简单的模型里面，这样明暗关系一目了然。所以我针对这个思路设计了一个更适合色块画法的脸部模型，把整个人脸拆分成了3个面，正面、侧面、半侧面。记住这些面对应的区域，就能主观的去归纳脸部的色块。这种套路的归纳可以节省观察的时间，在琐碎的细节中看到整体颜色的趋势，避免把人物画的琐碎，颜色失调。只要这个底色贴合，就不会犯大错。每一个面都有相对应的点位来连接，这些点位都是脸部的一些骨头的突出位置，或者是肌肉的变化区域，它们不难记忆。相比过去要把整个头骨所有肌肉都记忆的方式，这样更简洁实用。10. 五官定位。有了脸部的区域划分，接下来就是学习如何把五官放对位置。这里采取和前面一样的思路，把五官变成模型，再根据模型变成不同的面。这些有形状的不同颜色的面，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色块归纳的方法。掌握了这一课的方法，再去观察五官就有套路了。初步看上去就像是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在这个机器人的基础上，我们再进行刻画就行。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作业，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在这个机器模型的基础上，把人物画得栩栩如生。第11课，眼睛结构讲解。到了这一课，我们要进入更细微的观察了，
人像的教学是从外往内，从大往小。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画画，也按照这个逻辑来学习。眼睛的结构主要是教同学们认识眼睛上的一些小细节，比如睫毛是交错生长的，比如眼珠是凸起在眼白上面的。戴过隐形眼镜的同学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个意思。这些不同的细节决定了我们在刻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观察得更细心。在作业上，我设计了一组眼睛的刻意练习，通过小的眼睛练习，掌握这些结构的表达就行。这些小小的眼睛完成的都不错，但是光这样还不够。前面已经能够画出好看的完整头像了，现在就画个眼睛，未免索然无味。人的欲望总是在不断被拔高，作业的设计上也需要更高的、更难的效果呈现。因此，基础作业是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知识。另外，设计的挑战作业才是让同学们感觉自己的确在进步的关键原因。这一课的挑战作业是一张超写实的眼睛，原图本身就是一张超写实眼睛作品，很真实，但又比照片好看。这些丰富的细节也能更好的锻炼本节课的知识点。我通过示范，用前面所学的知识完成了这张作品的临摹，进一步的告诉大家，这样的画你是能画出来的。事实证明，到了这一步，大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表现能力。很多同学完成的效果都非常惊艳，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些作品之后，一定也会感觉非常惊讶。事实上，同学们完成这张以后，都会感觉信心大增，原来我也能画成这样。第12课，鼻子结构。鼻子的体积本身不难表达，在写实绘画中，真正的难点是在于鼻子上的那些皮肤肌理，那种皮肤的质感很难表达。所以这节课的基础作业是完成鼻子的体积，这种作业的鼻子就选择年轻的帅哥美女的鼻子就可以。而挑战作业则安排了一张纯侧面的中联特写，锻炼不同部位的皮肤质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有着独到的技巧，但是需要一定的手感，这个需要在反复练习中才能学会。这种就是经典的属于一看就会、一画就废的知识点。所以安排这样一张挑战练习，就是让同学们可以在这样一张画上面反复练习这个能力。以往的绘画当中，往往是一个局部需要这样去表达，可能练个10张8张都不如这一张的练习量来得大。其实只要完成了这张挑战作业的同学们，以后再去面对那些复杂的机理，心里就有底气了，不会再害怕了。看完这些作业，同学们完成的效果都令我很惊讶，因为我原本的设计是同学们在完成了所有的基础作业之后，手感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再回过头来去完成这个挑战作业。但事实证明，很多同学在当时就已经具备可以学习的能力了，不知不觉就学到这一课，而且已经做了很多次练习，这个手感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第13课，嘴巴结构。这一课说实话没有什么难点，无论是它的体积表达还是质感表达，前面几课的作业同学们的操作能力已经完完全全具备了。因此在这一课的挑战作业的设计上，特意挑选了一张包括眼睛、鼻子、嘴巴和皮肤的练习素材，在上面增加了水滴这样的质感训练，让同学们能够理解到，原来这样看上去复杂的水滴，只要把底下那些我们教过的东西先画好再去画，它们其实就是一个顶上添花的过程，很容易就能把质感表现出来。我想看到这些作业，说实话，同学们都会感到惊讶。这一课同学们的作业完成的都非常出色，这本身就是一张质感非常出彩的素材，只要能够画出来，都会是一张十分好看的作品，能够大大增强我们的绘画信心。第14课，耳朵结构。耳朵的结构并不复杂，掌握起来也轻松，但是耳朵大部分时候会被头发遮挡，以及在正面视角下，耳朵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所以真正需要我们去仔细刻画耳朵的时候，往往是纯侧面的画面。那在挑战作业的设计上，特地安排了一张纯侧面的视角，但是难度上面要有所提升，选了一个大逆光的画面，而且还是一个美女。但是这张画衍生出来有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这种美女的皮肤该如何处理。其实并不难，它考验的是涂抹的技巧以及质感的打磨。这些技巧真正需要的东西是耐心，所以这张画要画好不容易，需要非常细致的打磨皮肤，让它变得足够光滑细腻。像涂抹一个比较浅的灰色，或者说涂抹一个颜色很深的灰色，它都不是一个很难的操作。恰恰是这种卡在中间，看上去不是特别亮，但又不是特别黑的这种灰色，是素描里面特别难操作的一种。而且颜色那么大面积，还要把它表现均匀，还要照顾到上面的一些细微变化，因此能够完成这一张作业，证明色画画法的操作能力你已经非常娴熟了。相信同学们看到这些作品都会为他们喝彩，他们每一位同学都完成得非常努力。第15课，头发的刻意练习。在色画画法中，头发的操作技巧其实主要取决于橡皮擦使用的灵活性，因为我们是给画面一个比较深的颜色之后，再来处理那些亮色的发丝。其实主要是通过橡皮擦的擦拭，
因此头画的主要练习是考验橡皮擦的这个灵活操作，这就需要不断反复练习。这里给同学们安排了4种不同质感的头发，其中2个是比较光滑柔顺的，另外2个是造型比较突出的。从作业来看呢，每位同学完成的质量都不差。那到了这一课的挑战作业，给同学们安排了一个以往没有画过的视角，仰着头的美女。另外示范直接去掉了，只给同学们提供了中间的一张过程图以及最后的一个成品图。这一课的挑战作业也是为了后面的毕业作业做铺垫，同学们该独立练习了，可以逐渐脱离老师示范去完成人像作品。第16课小孩比例，整个课程前面练习了各种各样的素材，唯独没有去练习小孩子，就是因为小孩无论是在模型的构造上面，还是整体的比例上面和成年人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另外需要讲解的环节。只要把握住比例，不要给小孩子画得像成年人一样，我们就可以画好小孩。那在这一课就是给同学们提供了我精选的各种好看的小孩子素材，每一张画出来都会好看，只要能够独立完成，就证明你已经真正的掌握了这一套画法，恭喜你毕业了。现在这些精彩的作品和视频的开头那一些是一样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作品没有展示出来，整套课程的设计就分享到这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课程，它还有很多小的细节需要我们去打磨修改，但整套课程的逻辑和作业的难度设计的确是我这么多年教学以来设计的最成熟的一次。欢迎各位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来尝试学习一下，没时间只能自学的同学们，也希望你们在学习道路上能够合理的规划你所要面对的难度。你碰到一些太难的东西，一定不要去强行挑战，而是找到他们中间可以跨越的那个阶梯，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再难的东西我们都能够熟练的掌握。以上就是我设计的人像课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有用的话，记得3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